所以他当时想要脱困的方法就是呢，手上偷偷藏了一支火柴，他把火柴点着之后往氧气的送气口丢过去，这个氧气一送过来，轰的一下就爆炸了，这个是不会出现的。电影不这么演，然后那个死士就逃不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电影就要结束在这个地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想要来重开一个主题，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电影教错我们的那些事。我在统整这些整理的时候啊，哇，写出了3篇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我电影教错我们的事情还真多。很多，像我也有被教错过。我很能理解电影为了戏剧效果，为了艺术效果，它一定会做一些美化跟改编，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表示这是个烂电影。第一个，我们提醒大家，我们正确的观影态度，请你把它当成娱乐来看，不要当成教科书来看。对。第二个事情是呢，有一些的观念弄错，它可能无伤大雅；有某些观念，它真的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带给民众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呢，我们分享这些事情的目的，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哪些才是事情的真相。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电影教错我们的事情——燃烧篇。所以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死士第1集，那个死士他还没有获得超能力之前，他被人做实验，关在一个氧气舱里面。所以他当时想要脱困的方法就是呢，手上偷偷藏了一支火柴，他把火柴点着之后往氧气的送气口丢过去，这个氧气一送过来，砰的一下就爆炸了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它根本不会发生这种爆炸。这个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燃烧3要素。燃烧需要有可燃物、助燃物、热能。我们的氧气就是它的助燃物，氧气其实是不可燃的氧气会让我们火势变得猛烈，但是氧气本身并不是可燃物，碰到火它不会因此而产生爆炸，这个是不会出现的。电影不这么演，然后那个死士就逃不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电影就要结束在这个地方了。就这里没有死士出现的。我们常看很多电影有那种飞车追逐，有些飞车追逐还加上枪战，要么就子弹打中了前面车子的油箱，然后前面的车子就爆炸，或者是呢飞车追逐追，结果呢车子的失控撞到旁边的东西也爆炸。电影真的很爱爆炸场景。那实际上呢不会发生的。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叫做燃烧范围。我一个可燃性的气体，它要能够烧，必须要跟氧气混合成一个特定的比例，而这个比例是有个范围的。那这个范围就叫做它的燃烧范围。燃烧范围大的气体就比较危险，燃烧范围小的气体就表示它比较相对稳定。我汽油流出来之后，它要先挥发变成气体，这个气体它要跟氧气混合一个比例，然后才会烧得起来。所以汽油漏出来需要时间，汽油挥发成气体需要时间，气体跟氧气混合到达一定比例需要时间。所以它是不会出现那种我子弹一打下去，或者是车子一撞下去，然后下一秒就发生爆炸这种事情。除了汽油大家觉得会爆炸之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瓦斯桶。我们这里有时候电影上会看到一个情景，就是瓦斯桶啊，瓦斯在泄漏，你就看到那个瓦斯桶好像一只超大只的打火机一样在那边喷火，大家就会觉得哇，下一秒它就会又是爆炸。这种状况，瓦斯桶在烧，它反而不会爆炸。怎么说？气体要烧，它要跟氧气混合达到一个比例。假设今天都没有火，我的可燃气体一直产生，那它就会开始以那个泄漏点为中心，可以燃烧的范围越扩越大。这时候忽然间来一个火的话，刚才已经达到燃烧范围的那一个区域，就会看起来好像是突然炸出一大团火球一样。那所以是气体在烧，并不是在地上的汽油。没错，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已经有火烧出来了，这个时候瓦斯泄漏，它就被火给吃掉了，它反而没有机会飘散到空中，在空中形成一个很危险可能会爆炸的环境。当然我不是说它会没有危险，它可能会造成其他火灾，它可能会加热其他的钢瓶，让其他的钢瓶有机会爆炸，但是呢它自己本身反而是不会爆炸。那再来呢，有时候看到个电影场景，总算把这个反派打倒在地了，然后呢这可能就会在他身上倒很多的汽油，接着主角呢点一根香烟，帅气的转身，接着把香烟一弹，香烟呢掉到了汽油当中，反派呢就在一团火球当中哀嚎而死，非常帅气。可是呢不可能发生，香烟不会点燃汽油，香烟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燃烧现象，
称之为无焰燃烧，它的氧气就直接这样是附着上去了。其实在那个烟头那个附近，它其实是一个缺氧的状态。这个香烟呢，丢到汽油当中的时候，反而会熄掉。除此之外啊，像有很多的纵火犯啊，他说他只是泼汽油吓家人而已，他没想到他手上的烟掉下去，引来了汽油。胡说八道，说谎，绝对不可能。最后一个反派被打倒在地上，这个呢，我们到了一条汽油的路线在地上，在远方的地方丢下一根火柴，这个汽油的这条道路呢，就像一条火龙一样，瞬间烧起来。然后呢，反派再次在火球当中哀嚎而死。对，那各位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它其实不会发生，就是这条汽油的道路其实不会烧得那么快。Discovery 很早之前有一部节目，它叫做《街头科学实验室》。那他当时做的实验就是这样，他在一个50公尺的距离，叫一个人骑脚踏车，一个人跑步，旁边还倒了一条50公尺长的汽油通道。然后呢，点了火之后呢，跑者跟骑脚踏车的人同时出发。跑步跟骑脚踏车落差没有很大了，但这个跑步跟骑脚踏车的人把汽油远远的抛在后头，汽油花了大概20几秒钟才烧到50公尺远的地方去，它的速度其实远远的低于我们的想象。因为当我今天汽油的这一端烧起来之后，我汽油的旁边那里油气要挥发，要跟氧气混合，然后再被旁边的热给加热之后引燃，这都需要时间。要像这样子一个接一个连锁反应下去，导致它汽油烧起来的速度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。所以呢，这几个是让大家知道电影教错我们的那些事情，燃烧篇。那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对哪一个电影爆破场景非常有印象的，欢迎底下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很久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加州大地震》，当时我想看那部电影，然后呢，我要找我朋友去，然后没有人要跟我去，因为他们都说呢，他们不想要在看电影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跟他碎碎念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应该要这样才对，这不是这样子的，不能吃大招，好烦哦，这超烦的。他说这样子看下去呢，不止他受到打扰，他还会打扰到其他顾客，我们搞不好会被轰出去，他电影就看不成了。